前面这里啊，有一栋民国的旧宅，它就隐藏在这一片树林之间。而这栋老宅啊，没有名牌，也没有任何限制的记载。如果不注意的话，真是很难发现它竟然就隐藏在这一片树林之间。那这座建筑啊，从空中来看，它却以3座连体的气派的格局啊，建造在这么隐蔽的地方。关于这座民国旧宅啊，网上能查询到的相关信息呢，并不多。但从已有的信息来看呢，说是民间啊，一直有很多关于它的奇怪的传闻。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栋民国旧宅？里面又会隐藏着什么秘密呢？那今天我们的故事啊，就要从这里开始。这个民国旧宅啊，就在这里了。旁边啊，还有一栋老宅，这看上去也是青砖瓦墙啊，有很长时间了。哦，这可是石门哦。这石门的上面同样有一些水墨画，画上的是几位老人在谈笑风生吧。旁边好像还有一些鸟还是喜鹊啊，看不太清楚了，因为平时下雨以后啊，已经把这些画都冲淡了。但你看，在屋檐的两边啊，各有一只金鱼，张着嘴。你知道这金鱼有什么作用吗？不知道我想应该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啊，那个雨水就可以通过那个沟槽啊，从它的嘴里面呢，这样排出来吧。那下雨天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一幅景象哦。嘿，这里面好像是一个池塘有点破烂不堪了。这里面就是正堂了，上面还有阁楼，左右两边都有门，而且你看中间那个地方啊，还有射击的枪孔，哇，还蛮多的呀，一共有3个。这写什么？欢庆此日成家偶，是结婚的吧？这里有一个长凳椅，上面放了一个彩绘的一个玻璃，中间写上了喜字。不过你看这个灰尘啊，特别的厚了。周围还有一些明星的海报，香烛都已经插满了。旁边啊还有观音像，这里还有一个煤油灯。没有上去的阶梯，这有一个相册，不过并没有照片。这里有一个，哇，一个女孩的照片。这是一张黑白照片，不过这个女孩啊，已经都看不太清楚了。墙上同样能看到有射击的孔洞。这一面有很多美女的照片。1992年的日历。箱子里面是空的。上面好多的药水瓶，下面是一把筷子。这是一个农作间吧？不过从这一面啊，就可以通向这个民国建筑了。拱形的窗户，这边有一个侧门。这窗户啊，它里面是铁栅栏，2层楼高，没想到它就隐藏在这一片树林之间，而这是它其中的一个侧门。
进来了。你看这个民国老宅啊，这是它的中庭。哇，这完全是一个四合院哦，四周啊全部都是房屋。相传在过去啊，每到暴雨之夜呢，就能听到从这个民国旧宅里面啊传出的那种算盘哒哒的声音，就像是有人啊正在清算着账目。也有人曾经说啊，好像是看到在2楼的窗户上面呢有那种黑影飘过。所以这个老宅呢，一下就有了很多闹鬼的传闻吧。你看2楼的阶梯，这里面有太师椅，你看，你这个太师椅就放在这个地方的，木质的。这是一个油漆桶吧？哇，这里面有好多的香烛啊，都是新的。这上去的阶梯，我们先在1楼看一下。这房屋这一面都破洞了，里面很狭窄，最多啊空间就只有5、6个平米吧。以前的人啊就生活在这样的地方，那窗户，那木窗户，上面有一个横向的窗户。恭贺新喜，早就已经没电了。这门是锁上的，大家看一下房间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。看到有什么吗？这门啊，这是蛮高的。你看对面啊，也是铁窗户，不过它的左右两边呢，还写上了“右通左达”。嘿，窗户啊，也是被木板钉住的，显然是不想让人看到里面。哦，我看到了。上面原来是毛主席啊！这里面放了一些杂物。每个房间啊都比较小。那以前修这个民国建筑哦，你知道有什么作用吗？是监狱吗？到处都是些铁栅栏。监狱啊？不知道。什么东西吓我一跳？嘿，好多的木材，哇，很多的蜘蛛网，这种圆扣的，还有红包。确实，在这么狭窄的一个房间里面啊，这么高的铁栅栏的窗户，一般来看的话，真是有一点像是监狱一样。不过会不会是存放什么东西的呢？这里还有一些明星的海报，没有电。
里面全部是木材，已经把整个小屋啊装满了。这就是这一面啊上去的阶梯，它底下呢是大石块，而上面呢就是木质的。那这里啊都已经腐朽了，上面感觉啊都已经在坍塌了。这里放了一些化学的药剂，好像是酒精。好，从这个窗户啊，可以看到对面的那个岭南建筑。这个过道啊，前面比较的危险呢，都已经坍塌了。地上有一些抽屉，哦，这房间里面更多哦。难道这过去是一个小诊所吗？嘿，哇，好多的衣服啊！看，周围还有明星的海报。看来过去啊，分给这些当地的村民住了以后，应该有不少人啊都住在这里。一小间就是一户人家吧，这打不开。哎呦，真是破烂不堪啊！上面的那些藤蔓。走，这一面的阶梯。这一面比刚才那一面啊垮塌的还要严重，但是这房间里面好像家居啊会更多一些。我过去看一下，你稍等我一下。这是有一点点危险啊，你稍微等我一会儿。哇，全是小孩的一些物品，连这房间里面，3好学生，哇，特别的破烂啊，地上全部都是一些衣服、裤子。上面的阁楼，看一下能不能看到什么东西。因为后来啊，分给当地的村民以后，这里面大多都已经变成村民的物品了吧，空的。哇，这里有一个木阶梯，房屋锁上的。这是这一面的比较大的一个房屋了，地上啊全部都是碗筷。还算是比较结实，只是那个区域坍塌了。我发现那个地方啊，是可以直接通到旁边的另外一栋建筑的。从这里啊，可以通过去。上面还有伟人的头像。
这面的墙壁上还写上了一些文字，写的什么？打倒美帝国主义，打倒地主，地主是被打倒了，美帝国主义啊还没有被打倒。哇，这面有点危险哦，上面的瓦屋啊都已经坍塌了。旁边是另外一栋建筑，这里是一个走廊。八仙桌都被掀翻了，还有很多长凳椅。这哦，锁上的，打不开，放了很多坛子。这是另外一面的阶梯，这里应该没问题。哇，箱子里面有很多化学的器皿，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化学的车间。这是前一栋的中庭了。也是一个房间，上面挂了很多东西。都有点不太好走啊。稍等一下，我过去看一下。这个房屋和对面也是连通的。你看，这和那面啊是连通的。那边是什么？可以通到刚才的那一面。这里面啊，真是不太好走了。我再到这里啊，看一下。这是1楼啊，比较大的这个房间呢。同样也都是一些香烛，好多的椅子，地上很多的衣服。这边同样有一些过去的文字啊，上面粗大的一些木梁，嘿。好吧，我们先出去。有人说啊，这里曾是民国时期秘密的商业交易地，因为这个主人啊走私生意呢被查封了。不过也有人猜测呢，这个主人其实啊带走了巨额的财富吧，却留下了无法割舍的执念吧。那不管怎样啊，这栋民国旧宅曾经见过怎样的烟火人间呢？或许啊是那些商号里的讨价还价，又或许是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集体记忆吧。你看，如今啊，这栋建筑门窗损坏，草木横生啊，它被遗落在这个村落的深处，留住的呢，即将是消散的记忆吧。哈，谁知道呢？